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今天我们聊聊幻塔的起源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2316年，这一年人类发现了类似地球行星艾达。同年，远望号飞船载着殖民者开始远征。星际迁移是时间很长的事，人类的寿命根本坚持不到。为此，全体人员进入了休眠舱，飞船由人工智能 Sam 接管。就这样，飞船在太空中行驶了215年，此时是公元2513年，距离登陆艾达的2547年还有34年时间。远望号遭遇了未知天体群的袭击，和地球的联系也被中断。人工智能首先唤醒了飞船管理者希克斯，在他的帮助下，飞船成功坚持了下来，但飞船仍有部分被击中受损。此次事件使他们损失了1/10的人口，但也与此同时发现了未知物质组成的魔方物体，被命名为原点。没错，它含有的正是元能。为了研究元能，人工智能在希克斯的许可下，接连唤醒了苏珊博士、塞缪尔博士和崔尼蒂博士。公元2534年，发现原点已过去了3年。在博士的研究下，发现元能对有机体的进化有着促进作用，元能已被用于动物体的实验。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元能带来的辐射变异，但塞缪尔和崔尼迪对元能的发现过于兴奋，他们甚至想用于人体实验。公元2536年，在长期接触元能下，塞缪尔博士出现变异症状，进入休眠舱以抑制异化。接下来由他的学生崔尼迪继续负责项目，直到2539年，经过飞船管理者希克斯批准，崔尼迪进行了原体人体实验。这下算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实验过了2年，到了2541年，实验体逃离了实验室，而且造成了元能辐射泄漏。元能其中一个特性就是传播，而且是通过认知以外的介质。又过了1年，公元2542年，下层舱室出现变异反应，希格斯下令隔离下层舱室，9号、11号和12号舱室被迫关闭，同时唤醒了塞缪尔博士，开始研究基因优化，抵御元能。公元2543年4月，11号舱室大量休眠者被唤醒，并与主控室切断联系，很快9号和12号也失去联络。为了应对，希格斯唤醒部分殖民者武装力量。2个月后发生叛乱，下层舱室开始进攻中层通道。2544年，下层舱室出现大批量的变异生物。可以想象，叛乱应该是下层已经出现了元能变异，但希格斯封锁了下层，使里面的人无法获救，最终导致了变异。在变异生物攻势下，中层也失守了。2545年。这一年，部分休眠者被改造，获得元能辐射免疫力量，也就是神翼。此刻的飞船中层和下层都已是变异体的天下，塞缪尔也重新进入休眠。到了2547年2月，变异体开始扩张，此时远望号飞船来到了艾达所在星域，希格斯下令启动飞船毁灭系统，与变异体同归于尽，同时让所有幸存者进入休眠，向艾达投射移民舱，等他们到达地面再苏醒。你可能注意到了，苏珊博士写下这份珍贵记录的就是苏珊博士。他并没有选择休眠，因为他察觉自己也开始了变异。他想作为一名人类死去，所以他选择留在飞船，把一切记录下来，让艾达人不要重蹈覆辙。现在看来完全是没用。公元2547年，部分殖民者登陆艾达，开始一段新的史诗。这段资料推翻了之前的原文介绍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知道的信息是公元2653年首次发现了马拉，之后启动擎天者计划修建幻塔。而现在看来，早在2513年，艾达就已经接触到了元能，早了140年。现在的幸存者里面可能就有神翼的存在，他们知道元能的存在，而且还免疫辐射。而塞缪尔博士也沉睡了。塞缪尔和崔尼迪，可能都是神翼，不然他们早就异化了，后面不可能还有他们记录。如果他们已经免疫元能，
海加德就是他们最好的藏身地，那么大灾变可能就不是一次事故，而是蓄意为之。既然知道元能的特性，又为何还要大面积的使用元能？还有就是抑制器，这东西是能抵御元能，但也只有海加德能制作。掌握了抑制器，就等于统治全人类。但是也有意外，就是被称为迷茫者的艾达之子，他们是通过机器改造来免疫元能的。我们知道第二次时空回溯，海加德称是艾达之子破坏的，那么这次事件就不那么单纯了。之前我们以为这次回溯是海加德想拯救，艾达是来搞破坏的，破坏的方式就是修改了参数。艾达修改参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他们知道海加德的目的？但他们也想回溯，因为他们想回到元能没被发现的时代，所以只是修改了参数。修改了参数为什么会导致回溯失败了？要知道艾达现在进行了第3次回溯，参数上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。这些只能等塔塔给我们给打出了。幻塔真的是越来越有气了，这个团队的野心很大，从世界观到怪物，从场景到服装，处处都有惊喜。之前我也以为这些只是一些素材罢了，直到我发现他们打磨游戏的程度甚至到了主机游戏级别，我这差不多也成为塔学家了。本期就到这吧，也期待更多喜欢剧情和设定的朋友一起来深挖幻塔的秘密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我给不了他们拯救与赦免，但我可以给他们